我是个职业保镖，专为被家暴女性提供服务。爸妈怕我嫁不出去，对外只说我是安全顾问。直到我通过相亲，跟一个隐形家暴男结婚了。婚后半年，老公辗转找到市里最出名的保镖公司寻求人身保护。我推开门，脸都快笑烂了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就是这价格可能会稍微贵一些，您能接受吗？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26岁这一年，我结婚了。我跟沈雀是相亲认识的，她长得好看，家里也有钱，就这2点，硬控我10分钟。双方都是奔着结婚来的，彼此都开门见山。我说我这辈子莫打算生小孩，她笑笑表示做丁克也挺好的。能接受我这个要求。已经打败了 99% 的相亲对象。他不抽烟，但偶尔应酬需要喝酒，在接受范围内。聊天过程头脑清晰，反应速度也快，智商 OK。 他坦诚之前有过2任女友，但都和平分手了，全程没有说一句女方坏话，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，情商也 OK。 我对他十分满意，当场就问他愿不愿意跟我直接结婚。沈却明显愣了一下，这么快？你不需要再了解了解吗？我明确表示我这边完全没问题，结不结婚决定权交给他。他的颜值能令我身心愉悦，钱能解决现实中 90% 的烦恼，智商没问题可以避免我厌蠢症发作，情商没问题可以挡掉绝大多数的外部矛盾。这条件还有啥可挑的？第2天，双方家长在酒店见了面，沈却爸妈跟妹妹都到场了，一家子高颜值。我家这边除了我哥在外地出差赶不过来，我爸妈、嫂子、小侄子也都盛装出席。宴席上，沈爸爸侃侃而谈，还时不时给沈妈妈夹菜。沈却也在一旁笑着应和，一家和乐融融。嫂子很替我开心，暗戳戳跟我耳语，看对方父母这么恩爱，沈却肯定也是个好男人。我抿唇笑而不语。好男人吗？也未必，我可留意到了，好几次沈爸爸抬手夹菜时，沈妈妈身体都控制不住轻颤。我放下筷子，去了趟洗手间，对着镜子补妆时，身后出现了一个瘦弱的身影，是沈却的妹妹沈棠。沈棠走到我旁边位置洗手，眼神有些暗淡，声音几乎跟水流声融为一体。你喜欢我哥什么？也谈不上喜欢，就刚好条件合适。他关掉水龙头，透过镜子直视我的双眼。我家没你想的那么好，做我嫂子你会后悔的。我问，黄赌毒？他摇摇头。我再问，隐瞒疾病？他继续摇头。我又问，家暴？他脸色白了一瞬，没有回答，但答案已经很明显了。我转头不再看他，专注看着镜子，轻轻拭去唇上几许艳红，瞬间一种楚楚可怜的破碎感油然而生。我想我不会后悔的，各取所需而已。不过还是谢谢你，特意约我出来说这些。我跟沈却从相亲、见家长、订婚到扯证只花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，整个流程双方家长都安排得妥妥帖帖，不用我耗费一分心力。我需要做的，只是在必要时候露个脸，还有跟沈却联络感情。沈却很会给人提供情绪价值，他会时不时带我去吃饭、去游玩，也会时不时给我制造小惊喜，甚至就连我身边的朋友他都考虑到，会给他们准备份小礼物，温润如玉，进退得宜。
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我身边所有人都对她赞不绝口。所以当我说她有暴力倾向的时候，大家都只当我在开玩笑。但我是说真的，我也是嫁进来后才发现，偌大的沈家别墅，竟然连一个保姆都没舍得请。所有脏活累活，都是家里的女人承担，而男人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因为他们是家里的支柱，他们的存在就已经能顶半边天。而现在，家里老的半边天正对我进行训诫，既然你已经嫁进来了，那就是沈家人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林家那边你以后就要适当保持距离了，胳膊肘往外拐这种事在我们家是大忌。沈家有沈家的文化与规矩，你跟你婆婆好好学，别让我们失望。我瞄了一眼在厨房忙得脚不沾地的婆婆，再看看饭桌前坐得端端正正等待伺候的沈家父子，乖巧的点点头，然后也端端正正坐下等待投喂。公公满意的表情瞬间僵在脸上，他故意咳嗽了几声，我都充耳不闻，专注研究碗底的花纹。沈却将注意力从手机移开，推了推我，乖，去帮妈干活。在我们家，女人要经过男人同意才能上桌的。我差点没控制住翻白眼，都什么年代了，女人还连上桌的权利都没有。手痒痒的，有想掀桌的冲动，不过想想待会儿还要用它来吃饭，还是算了，只是忍住了手，却没忍住脚。转身的同时，我偷偷踹了一把沈却的凳子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整个人便四仰八叉摔到地板上，发出痛苦的闷哼声。我好奇问公公，饭前行这么大的礼也是咱们沈家的规矩？公公恨铁不成钢的又踹了沈却一脚，起来，坐都坐不稳，尽丢老子脸。厨房墙上挂着一面小黑板，记录着每日的3餐安排。沈家男人动口报菜名，沈家女人洗手做羹汤。比如今天沈家父子点的这一餐，小米粥、干煸四季豆、土豆炖牛肉、凉拌黄花菜。大早上吃这么丰富，也难怪婆婆要4点半起来忙活了。婆婆笑着跟我解释，今天只是碰巧他们点的都是中餐，所以才麻烦点，要是西餐就简单多了。你以前在家会自己做饭吗？这些菜认识不？不做饭，但菜我熟得很。一说到这儿我就精神了。如数家珍，四季豆，那含毒蛋白和皂素，如果没有煮熟煮透，人吃后1至5小时就会中毒，轻者头痛、头昏，重者恶心、呕吐、腹痛。鲜黄花菜含有秋水仙碱，进入人体后被氧化成毒性很大的2秋水仙碱，会强烈刺激胃肠和呼吸系统，引发食物中毒。还有土豆，你看，像这个发绿的地方，里面就含有龙葵素，这是一种有害的生物碱。发芽后，其芽眼、芽根和变绿、溃烂的地方，龙葵素的含量剧增。说完，我才发现四周陷入了一股诡异的安静。婆婆尴尬笑笑打破沉默，你这孩子懂得还真多。这有什么？杀过人的都知道，很多常见食物都可以变成杀人利器的。刚提到的这些都还是小儿科，那些利用食物相克原理的才是防不胜防，杀人于无形呢。婆婆你要是感兴趣，有时间我们研究研究，我对这方面十分感兴趣，就是实践机会太少了。之前我爸妈都不让我进厨房。哎，我摇了摇头，一脸惋惜。一转身看到公公站在厨房门口，脸色铁青，算了，你出来吧，啥也不会，竟在里面瞎捣乱。不得不说，婆婆的手艺果然一绝，色香味俱全。就是沈却跟他爸有些扫兴，好菜好肉也堵不住他们的嘴。这牛肉有点老了，不好嚼，下次记得炖烂一点。这四季豆味道也有点淡了，不够辣，不够爽。婆婆低眉顺眼回应，
知道了，我下次注意。我在一旁跃跃欲试，下次试试我的手艺吧。独门秘方哦。一下子又安静了。只是过了默一会儿，公公又闲不住起了新话题。这次聊到了我的工作。既然结婚了，你就把工作辞了吧。沈家向来都是男主外女主内，女人天天在外面抛头露脸像什么话？沈家还不至于缺你那点工资。沈却也开口，是啊，妈现在年纪也大了，堂堂又住校，家里还是需要有个人帮忙。这人婚前婚后还真是两副面孔，之前说的多好听，现在就有多刺耳。而且我严重怀疑，他们今天一而再挑起话题，就是想借机给我这个新媳妇立规矩呢。我直接提议，那要不请个保姆吧？家里这么大，婆婆一个人确实也挺累的。谁知道公公一听，竟然直接摔了筷子，请什么保姆？男人整天在外面累死累活都莫说什么，在家享福的到娇气上了。婆婆坐她旁边，被汤汁溅了一脸，战战兢兢的一边收拾残局，一边小心翼翼开口，不用请保姆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云柔刚嫁进来，不了解情况，我待会儿。话莫说完，公公一巴掌就呼了上去。男人说话，女人插什么嘴？要不是你这个婆婆莫做好榜样，一个刚进门的臭丫头能这么没规矩？哟，我的脾气这下是真上来了。本想着刚结婚给彼此留点脸面，没想到这人真是给脸不要脸。婆婆能忍，我可不行。反正现在也吃饱了，我起身顺手就把桌子掀了。够了，有话大可直说，莫必要这样拐弯抹角指桑骂槐。如果不如你们愿，就叫没规矩。那这世上没规矩的多了去了，也不差我这一个。我还奇了怪了，你们沈家是畜生道吗？好好一个人跳进来就得成牛马了。从刚开始一直当死人的沈却，在我反抗的时候终于活了。凌云柔，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我爸说你那也是为你好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一把拍开他指着我的手，什么酒我都不喝，我是嫁给你，不是卖给你。凭什么你们要我辞职我就要辞职？我就不辞。几乎是话音刚落，沈却手中的冰水就朝我迎面泼来。我偏头，啊好凉，与脸上的冰冷相反，我的血开始变得滚烫。熟悉我的人都知道，我是典型的长相与实力不符，外表柔弱可欺，实际凶悍无比。可惜沈家人都不熟悉我，所以当我反手一把将沈却的脸扣到地上的土豆牛肉包里时，所有人都呆住了。沈却最先反应过来，一把抠掉脸上的土豆就要上来教训我。我有些嫌弃他身上的食物残渣，在他扑上来的一瞬，直接抓住他干净的那只手，来了个过肩摔，顺带还狠狠踹了一脚，将他踢飞出去。他躺在地上，神色痛苦，半天起不了身。我掏出手机，拍了张照片，然后好心问他们，需要帮忙叫个救护车吗？需要报警吗？需要请亲戚朋友过来主持公道吗？沈却艰难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，不用。纵观全程的公公脸色都变了，指着我手跟嘴唇颤抖个不停，半天憋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我抬手拍拍身上的灰尘，朝他走了几步，露出一个端庄得体的微笑。公公是还有什么沈家规矩要跟我探讨吗？他抖得更厉害了。切，人是猴变的，没有不见的。好好说话不听，偏要打一顿才老实。到了公司的时候，正碰上老板江林准备出发去见客户，这磨拼，连婚假都不休。正巧手头有个客户本来指明要找你的，我正想过去了解情况先，你既然来了就一起过去吧。客户名叫谢欣，今年24岁，结婚不到2年，孩子也才3个多月。据说她是在孕晚期第一次被老公家暴的，当时因为孩子已经快生了，
加上老公过后痛哭流涕，表示一定会改，于是选择了原谅。但家暴只有0次与无数次，后面他又2度遭到毒打，终于下定决心提出离婚。目前2人处于离婚冷静期内，但男方性格极端，无视法院发出的人身保护令，一直纠缠不休，多次上门威胁、恐吓，甚至将孩子抢走。谢女士露出身上深深浅浅的青紫，眼里最后一点希冀明明灭灭。现在距离我们的离婚冷静期还有10天，我想离婚，也想要回我的孩子，你们能帮帮我吗？类似的客户，我们不是第一次遇见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遇见。根据全国妇联的统计数据，我国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在7%到35%7%之间，其中90%以上的受害人是女性，受暴女性占女性人口的1/3，每年因家庭暴力而解体的家庭高达10万个，而其中一旦涉及到孩子，问题又会更加复杂。有些时候，孩子可以成为受害者身上的枷锁，也可以成为加害者手中的利器。法律虽然明令禁止抢夺、藏匿孩子的行为，但现行法律、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实践却缺乏相应的处罚机制。抢夺、藏匿孩子的法律责任并不明确，这也是令无数子嗣代妈妈痛苦且无奈的地方。分析完谢女士的情况后，我跟老板一致决定接下这一单。当天我跟沈确发了个资讯后，便在谢女士这边住下，贴身保护她的安全。至于孩子，在离婚冷静期最后一天，公司那边又调了几个人过来，陪同谢女士前往男方家看孩子。男方做初1，谢女士便能做15。几个同事将男方及其家人团团围住，谢女士趁机跟我一起将孩子抱走。至于那几个同事，等我们走远了自然会离开，他们不是法盲，这种情况下只阻拦不动手，还有人负责拍照。男方要是动手，那说不定还能讹一笔。很多时候，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，适当灵活一些，也可以减少很多麻烦。谢女士成功拿到离婚证后，便带着孩子离开了这座城市，逃到她前夫找不到的地方，重新开始生活。她走得很匆忙，专案尾款以及签名确认等流程都是她朋友帮忙办理的。只是她朋友似乎对我很好奇，好几次偷偷打量我，于是我直接问她：“你喜欢我？”她涨红了脸，结结巴巴解释：“不是，我就是觉得你有些眼熟。”半晌，她从手机里翻出一张我跟沈确的结婚照：“你跟这个新娘很像。”世界很大，世界又很小。我也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遇到沈确的前女友秦思思。据说，他们当初之所以分手，也是因为发现沈确有暴力倾向。秦思思低头不敢看我的眼睛：“对不起，当初知道他要结婚的消息，我有想过要告诉你的，但是我怕你不信，又怕他会因此恨上我。没关系，我结婚前就知道。他打你了？打哪了？”再次回到沈家这一天，是周末。婆婆见我回来，神色瞬间变得紧张，连连将我往门口推：“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你在外面多躲几天啊？”阿雀这段时间一直憋着口气，就等着给你个教训呢。你现在回来，要是被他发现了，谁也救不了你。我无语了，感情他们一家都以为我这段时间是在外面躲着呢。难怪沈唐玄发消息跟我说他哥最近报了散打，让我小心点。看来他们压根没领教到我的实力，还以为我上次只是运气好，还不待我开口解释，沈确就先发现了我。呵，终于舍得回来了。安抚拍拍婆婆的肩膀，我笑笑回应：“是啊，听说你最近狂练散打，要切磋下吗？”10分钟后，沈确像条死狗一样趴在地上，眼里满是恐惧与错愕。散打要求重、长、稳，
追求速度和灵活，对拳脚发力以及舒展性都有要求。我可惜地摇了摇头，指出了他的劣势。你力量是足够的，但速度、耐力、协调、灵敏都差得太远了。沈确的脸一阵死白。你学了多久？也就22年吧。一开始我爸妈给我哥报了武术，给我报了芭蕾，结果我花了10万学的舞蹈，让他们在亲朋好友面前丢尽脸面。我哥花了8万学的武术，在小他3岁的邻居小孩哥面前溃不成军。爸妈一度怀疑人生，都打算任由我们自生自灭了。但人生总是处处有惊喜。由于我喜欢黏着哥哥，所以也蹭到了一招半式。再一次哥哥被对手揍哭的时候，我怒而出击，将高我1个头的男生打得哭爹喊娘，把我爸跟老师都惊呆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正式走上了武术这条道路，散打、泰拳、跆拳道等等都有涉猎。可以说，我能有如今的成就，天赋、努力、坚持，缺一不可。沈却想要打败我，路还远着呢。我再次拿出手机，拍了张照片，发给了秦思思、战利品，连本带息。公公跟朋友喝完酒回来的时候，沈却正在客厅扫地，我跟婆婆在沙发上坐着嗑瓜子。沈家的规矩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不堪一击。公公气疯了，暴喝出声：“你们在干嘛？”婆婆浑身一抖，几乎是逃窜进了厨房。我去给你煮醒酒汤。我没有阻止。反抗家暴这种事，如果被家暴者自己内心都不做改变，别人帮再多也只是徒劳。我抓了一把瓜子，嗑给公公看，我在嗑瓜子呀，我老公在干家务啊，这么明显的事你都看不出来。看来公公你眼神是真的不好。公公抢过沈却手中的扫把，恨铁不成钢踹了他一脚。我养你这么大不是让你来干女人的活的，你真是丢尽我的脸。还有你，林家是怎么教你的？哪有个好女人的样子？那扫把都快戳到我脑门了。我觉得好笑，一把将扫把拍掉，谁规定家务只能女人来干了？你儿子这地不也扫得挺好的吗？这做家务的天赋可比我强多了。而且，我觉得我爸妈将我教得挺好的呀。遇强则降，遇弱则弱。面对暴力还能以暴制暴。你出去问问，像我这么优秀的女性哪里能找得到？自古以来，男女分工明确，男人在外打拼，女人在家相夫教子，这是老祖宗千百年传下来的规矩。你才多少岁？你的智慧能跟老祖宗相比？说真的，哪怕是我爷爷、太爷爷的思想都不至于这么迂腐。都不知道婆婆是怎么忍受她这么多年不离婚的。照你这么说，以前老祖宗上厕所还是用竹片擦屁股呢，这种规矩你怎么不遵循了？还有古代还一夫多妻呢，你现在试试，你敢再娶一个我就敢告你重婚。说着，我还抽空瞪了沈却一眼，提醒他别偷懒。他委屈地瞥了公公一眼，认命捡起扫把继续扫地。公公这才发现他脸上身上的伤，一脸震惊：你，他又打你了？你怎么这么没用？连一个女人都打不过，泥人也有3分脾气。沈却今天本就憋了一肚子火无处发泄，还被公公数落，一时间也顾不上所谓的长幼有序了，直接对了回去。你厉害，你去跟他打。他练了22年，你拿什么跟他比？光嘴上说谁不会，你也就这点本事了。哟呵，作威作福了一辈子的老头，第一次踢到铁板，打又打不过，说又说不得，气得他转身又离开了。婆婆观望了半天，见他离开才畏畏缩缩出来。醒酒汤不用煮了，其他活他也不想干，就呆坐在窗边，眼神飘忽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直到深夜，很多时候，规矩一旦被打破，
就再也很难立起来。公公离家出走了几天，发现竟然没有人理他。第5天又自己回来了，一回来又想耍威风，对我跟婆婆吆五喝六的。于是我忍无可忍，直接当着他的面拉着他儿子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切磋。在他儿子声嘶力竭的惨叫声中，公公的男性优越感渐渐崩塌。我不过朝他看了一眼，他就不自觉后退了几步，眼里明晃晃写着打了我儿子可就不能打我了哦。迫于我的淫威，公公跟沈雀只能一步步退让。首先就是家务活的分工，以前都是婆婆一个人干的，现在大部分由公公跟沈雀一起分担。原先2个男人是利益共同体，一致对外压迫女性干家务，如今涉及到自身利益，他们原本的团结似乎也有了裂缝，时常因为家务分配拌嘴。而婆婆辛苦了大半辈子，突然解放了，反而有些心事重重。沉默了几天之后，她说她想出去走走，还不待我反应过来，她自己就去报了个旅游团。这下沈雀父子更加叫苦连连了，终于在1周后提出了想请个保姆的提议。我直接驳回了，怎么？婆婆一个人干这么多活就是在家享福，轮到你们2个大男人就要请保姆了？你们怎么这么娇气？回旋镖扎到自己身上，2个男人差点泪洒当场。由于受不了苦日子，在跟我结婚的第3个月，沈雀要跟我离婚，我拒绝了。毕竟沈雀除了会家暴之外，各方面条件都挺优越的。我喜欢他的长相，他的钱，对现在的生活没有任何不满。可沈雀不这样觉得，在沟通无果后，抱着长痛不如短痛的想法，他直接起诉离婚，还带着公公搬出了别墅。沈棠知道这事，特意从学校回来问我什么想法。我说不想离，与其离了婚让他们去祸害其他姐妹，不如让他们继续被我祸害。得到答案的沈棠两眼泪汪汪，呜呜，嫂子，我也舍不得你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嫂子了，你跟我哥哥一定要长长久久啊。刚旅游回来的婆婆也说，云柔，作为旁观者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作为阿雀的母亲，只要你们俩把日子过好，我觉得比什么都强。得到认可的我更加有动力了。接下来我天天给沈雀发消息，说我爱他，不想离开他，离了他就活不了之类的酸溜溜的情话。他把我拉黑了，我就每天给他寄快递，送情书，甚至去他现在住的地方找他。他那社区的邻居都认识我了，一个个说有我这么好的媳妇是沈雀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顶着压力，沈雀硬是熬到开庭都没有向我低头。当法官问我们俩同不同意离婚，有没有什么纠纷的时候，我态度还是一如既往的坚决。我说我不同意，因为我很爱他。然后我提供了厚厚一沓证据，有我天天给他发消息的截图，他签收我快递的记录，我去找他时的共同生活照，以及街坊邻里的口供，证明我们俩一直还有联系。于是法官认定我们夫妻感情并未破裂，当庭驳回了他的离婚申请。那一瞬间，我感觉沈雀整个人都要碎了。沈雀跟公公搬回别墅那天，我跟婆婆沈棠撒笑嘻嘻，他们俩哭唧唧。经此一战，沈雀跟公公也认清了事实，不再反抗。很多家暴男总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，只有当他们发现暴力不仅解决不了问题，而且还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开始改变。沈雀父子就是这样，他们终于学会遏制自己的暴力因素，学会承担起一个丈夫、父亲的责任，学会以沟通的方式解决问题。只是在日子看似越来越好的时候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。婆婆决定离婚那天，公公哭了一宿。我倒水的时候见她跟婆婆在客厅沟通，没忍住偷偷听了会墙角。为什么要离婚？我是打过你，
可我也对你很好啊。结婚30多年，我不嫖不赌不出轨，努力挣钱供你吃供你喝，给你买衣服买首饰，让你过得体体面面的，这还不够吗？谁家夫妻不是吵吵闹闹过来的？我爸也会打我妈啊，可他们不也一样白头到老？为什么到我们这就不行了？公公说到后面，声音都开始哽咽了，而婆婆依然无动于衷。当年嫁给你之前，我也是有工作的，是你说女人就该相夫教子，逼着我辞职当家庭主妇。你一直认为这么多年来是你养着我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没有辞职，我自己也可以养自己。而且平心而论，我对这个家就没有付出吗？你去看看市面上请一个保姆要多少钱，你再看看我吃的喝的用的，你花在我身上所有的费用折算起来，都不够请一个普通的保姆。就这样，我还要忍受着你的控制，你的毒打，最后再担一个被你养的名号。如果这就是你口中的对我很好，那我宁可不要。不嫖不赌不出轨也不是优点，这是一个丈夫的基本准则。如果说一个合格的丈夫是10分的话，那很抱歉，你在我心里连3分都算多。公公沉默了，许久之后他叹了口气，低声下气做着最后的挽留。真的不能再给我个机会吗？我可以改的，以后你要怎样就怎样，家务不用你做，钱全给你管，我也保证绝对不会再对你动手，这样可以吗？不用了，我信不过你，也不需要了。心情复杂，回到房间，见到沈雀那张跟公公有几分相似的脸，我突然就有些嫌弃了。你爸妈这次估计是真的要离了，你怎么想的？还能怎么想？他们年纪一大把都不怕丢人，我怕什么？我一脚就踹了过去，你妈养你还不如养块叉烧。走，我们切磋去。公婆的离婚流程十分顺畅，公公同意了离婚申请，在财产分割上也格外大方，将我们现在住的这幢别墅也分给了婆婆。但她也很无赖，吃准了婆婆的好脾气，赖着住到了婆婆隔壁客房，不愿搬走。我懒得看中老年人的追妻火葬场，比起他们的事，我更关注沈雀的改造进度，时时刻刻不忘培养她的共情能力与正确认知。这个过程中当然少不了各种大大小小一言不合的切磋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，效果显著。好消息，沈雀终于不会死要面子了。坏消息，他报警了，说我家暴。远景同志上门的时候我都惊呆了。我跟远景同志解释说我们只是闹着玩，是夫妻情趣。一则沈雀也没有证据，二则打架方面我是专业的，力度角度都掌握得极好，不会造成什么严重伤害。三则我确实也不是无缘无故打他，聊天记录也可以证明我们是在切磋。所以最后远景同志也只是教育了我们几句，让我们夫妻好好相处，有事好好沟通就走了。沈雀自闭了，我也开始反思是不是我这段时间做得太过了，不排除有沈雀不对的地方，但我确实也有把他当免费陪练沙包的私心。于是我答应他，只要他好好做人，我以后就不再对他动手。只是答应完的第2天，沈雀对婆婆出口不逊，我又一个默忍住抄起了锅铲。这天我跟老板正在办公室喝茶，接到前台电话说来了个大客户。老板看完登记资讯，目瞪口呆，然后转给了我。我到接待室的时候，沈雀已经等了有好一会了。推开门瞬间，他礼貌的微笑完全僵在了脸上，出口的声音都变了调。凌云柔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晃了晃工牌，脸都快笑烂了。这是我好朋友江林开的公司，我是这里的一员，大家都叫我 Alexia。Alexia 是我对外的名字，基本知道我们公司的人都有听过这个名字。
Alexia 就是公司的活招牌，沈确登记表上想高薪聘请的也是 Alexia。 我爸妈应该告诉过你我是安全顾问吧？职业保镖，别称安全顾问。很高兴为您服务，不过根据您的情况，想要保障你的人身安全，这个服务费可能会高一些哦。您可以选择2种合作方式，按日计算1天1万，包月25万。您选哪种呢？正常来说，我的日薪在1000至3000之间，具体是工作内容而定。但沈却不一样，我都不知道他有这么多私房钱可以请保镖。沈却咬牙切齿，可以不选吗？当然可以，那我们回去切磋吧。第1种，沈却花钱保平安，我收钱办事。我们的相处达到了一种诡异的平和，再加上一个最近痴迷社交的婆婆与整日怀疑人生的公公，沈家重新诠释了一种新时代家庭氛围。某日饭桌上，婆婆提到她的广场舞搭子张叔。张叔早年离异，自己一个人拉扯儿子长大，最近家里刚添了个孙子，给婆婆发了请帖，邀请她过几天去吃酒。就满月酒随礼要随多少这个问题，我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公公也不知道是不是不想输给张叔，竟然对我跟沈随进行催生。沈随直接拒绝，说跟我早就决定要丁克。公公估计是最近吃太饱了，还在不依不挠劝说男婚女嫁，生儿育女，这都是人生必经之路，哪有不生的？我能理解你们年轻，不想被孩子束缚住手脚，可等你们年纪大了，就知道没有孩子养老是不行的。沈随烦了，你再说下去，我就不管你，让你知道养儿到底能不能防老了。沈随扮了黑脸，我就只能扮红脸了。我放下碗筷，一脸认真，公公，不是我们不想生，是不能生。提到生孩子，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基因问题。但你看看你跟沈随，还有网上几代，又暴力又怂，只会欺软怕硬，事业也就一般般。你说是不是你家的 Y 染色体基因本就不太行？生孩子讲究什么？优生优育啊。那你说劣质的基因还有必要延续吗？婆婆也轻嗤一声，人家抱孙子这种事你也比，你怎么不比比你跟人家差了多远？张大哥性格好，对家庭负责，这么多年来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家庭事业两不误，你能比？一番扑耳之下，公公一张老脸长得通红，低头不再说话，连夹菜都不敢了。沈随一旁幸灾乐祸，爸，你要是单纯喜欢小孩，那你自己再娶一个呗，反正你现在是离异，结不结婚我们也都不管。公公抬头看了婆婆一眼，见她丝毫不在意，眼眶一下子红了，连忙低头扒着碗里的白米饭，看着好不可怜。我轻踢了一下沈随，他立刻乖乖闭嘴。饭后，公公主动收拾碗筷进了厨房，竟然也不要沈随分担了，估计是想一个人偷偷在厨房哭吧。不过也没人理他，心疼家暴男是会倒霉一辈子的。他今天哭一哭怎么了？以前婆婆被他揍哭的次数可不少，一抱还一抱罢了。我洗完头发出来，端起桌上沈随热好的牛奶，小口抿着，回到房间，发现他正在帮我接听客户电话。大姐，他都这样了，你还对他心软啊？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，家暴男就没一个好的，你越是纵容他，越是会蹬鼻子上脸。你还想跟他过，那你找保镖干嘛啊？平常跟他过，家暴的时候不跟他过就行了。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家暴，那你提前吃点布洛芬吧。你有孩子怎么了？有孩子就不能离吗？让孩子一起挨打吗？2个人叠加 buff 会挨得轻点儿。我差点笑出声，看来这几年的改造还是有点用的。这样的沈随看起来舒服多了，给他个机会，如果接下来他的表现能一直令我满意，或许
我可以考虑给家里请个保姆。还有，我们公司要不要再增加条业务线呢？比如，针对家暴男的家暴惩戒中心、家暴体验课程，似乎不错。我得去给老板提建议了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。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